家，我是 Dory。上一集我们去爬了冰川，参观了蓝冰洞。这一集呢，我们来骑雪上摩托。摩托的行程的话呢，是下午开始。我们先来吃个早餐吧。这家酒店的早餐还是很惊艳的，它的烟熏三文鱼切得超级厚，而且管够。好像到了瓦特纳冰原以后，还没有给大家介绍过房间。这个酒店目前来说是我们在冰岛住的最好的一个酒店，虽然它的价格其实都差不多，都是200多美金，但它就是比较新一些，洗手间也大一些。就是冰岛这个宾馆，它能不能多整几个灯呢？不能。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，因为手机的这个自动补光功能，它拍出来其实比本身房间要亮很多。是我的遗憾。除了早餐和房间，这个宾馆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冰川的露天 SPA， 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地方。这个酒店就是在 middle of nowhere， 旁边这个就像月球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个酒店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在我们清单上面的 trail 来走一走。这个 trail 总长差不多5.7公里，需要穿过2条小溪，不过爬升不算太多，算是比较新手友好。爬上山之后雾都没有散去，不过我们也很幸运地拍到了这样的画面。非常有性价比的 trail， 短短2-3个小时，有峡谷，有瀑布，你看得到抹茶顶的山头，也能看到冰川，非常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走一下。原来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一路上都能看到冰川啊，刚刚都是雾的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冰川摩托的营地。Please zip the side zippers all the way down, so you don't step on it and stumble. 每个人都要把这身连体服给穿好。换好衣服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这段车程好像是要45分钟哦。今天的天气就是不太好，又有雨又有雾。此时我们都在担心，这么大的雾真的可以骑摩托吗？不过好在到了冰川上，天就晴了。我们这辆车真的好帅呀！白雪，什么白雪？哎。咋了？你要作诗了？开始？我们就是要在这种地方骑摩托吗？对啊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因为另一辆吉普车上有一位行动不太方便的团员，所以我们稍微多等了一会儿。你在拍视频吗？啊。3、2、1。他们有这种可以放 GoPro 的头盔，刚好我们拍视频有这个需要。可以吗？你得帮我看看。
driver comes here, of course.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, w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very vehicle? Brake. Thank you. 它是2个人1辆车的，刚好我没有很敢骑，我这次就当乘客了。我们终于要出发喽！这个队伍最前面有一个导游开路，最后面又有一个断后。所有的人都要开在一条线上，并且前后2辆车的距离最好保持在10米以上。也幸亏是这样，因为没有开多久，我们前面那辆车就出事了。怎么谁了？哎，我们要怎么弄啊？我们停下来吧。这是哪个啊？老年人。我靠！他说是停下来是吧？嗯。我觉得他们走有点太猛了。对。我们前面是一对讲广东话的爷爷奶奶，祖孙3代都来参加这个项目了。可能是上坡加弯道有一点难度，所以翻车了。不过好在没有什么大事，因为我们这个车队的车速也不是很快。向导把车子挪开以后，确认了他们还 OK， 大家就又都上路了。Alright, how's it going? Yeah. 我们中间开到这样一个，可以看到雪山的地方，然后会下来休息一下。休息的时候，向导会解答一些关于这个冰原的问题，比如我们脚下的这一片瓦特纳冰原底下，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火山系统。目前已知的话呢，就有7座火山，最近一次喷发是在2011年。像这种冰盖火山喷发后会引发大洪水，所以这里也是已知的自然灾害监控的重点区域。哇，感觉这里一波云正在非常快速地飘过来。像现在我们刚刚这边的这个雪山已经看不到了，就全部被雾给掩盖住了。这也太快了吧！天都阴下来了，我们就休息了10几分钟，然后就完全是在一片虚无之中。怎么样，骑的？还行吧，后面有点无聊了，因为它就是地上有一个那个 track， 就是前面的人骑过的。对，然后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把方向，它就会直接跟着那个 track 走。因为它会那个就是陷进去，对吧？有个沟壑。如果你使劲把方向，反而不太好搞。哦，所以你最开始就是使劲把方向，所以它一直抖来抖去。最开始好像它有点上坡，没有办法，它那个 track 也不清晰。后面平了以后，就是那个 track 就深深的陷进去了。我们要回城了。其实这片云没有多久就冲出去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冰川上骑摩托，总体来说算是很新鲜的体验。不过因为所有人都要在一条线上行驶，所以你的行驶速度全凭你前面人的速度。我跟松松都觉得车速有一点点慢，没有那么刺激，那么爽。不过也没有办法，毕竟天气也不允许我们骑得太快，因为这个雾真的有点大。我说这地方好神奇，来的时候这还是晴的。对啊，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见Really great, everybody. Thank you very much.？How do you feel？ 还行吧。啊？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那辆红色的车，还记得吗？我们现在要坐这个车回到他们那个camp base，就是他们公司那边了。
但这个路啊，真的很吓人哎，这怎么开呀？我跟松松换了个位置，我感觉还是这部分最刺激。Now I know it's gonna go a little bit up and left and down.下山喽！我们就在刚刚那个 tour 的 camp 旁边，就是这间宾馆，然后它刚好有个餐厅，我们就过来看一下。这价格感觉还可以哎。对，但是没有牛肉。它有 pork ribs， 我想吃 pork ribs。那我吃链子好了。这里面是什么啊？黄油什么的吧。点了一个这个啤酒，是这个冰川的名字，然后非常 local， 然后是 Orphan 这个小镇，就是酿的。距离这里大概40公里吧。这附近就是太难找餐厅了，很多餐厅基本上5点钟就关掉了，现在大概是6点多。我的猪肋排来了，下面铺满了薯条。然后这是松松点的，这是羊肉对吧？羊肉排吗？对，应该是。看起来很不错哎。我今天终于吃到另外一种羊肉的做法。因为我们没有玩过这个冰上摩托嘛，而且包括它这个是在冰川上面，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们最开始上山的时候摔了一下，车翻了，然后就导致他们后面就开得特别小心翼翼。包括导游说我们加速啊，我们快一点骑啊，他们还是都骑得挺慢的，所以就导致我们后面跟着他的一大串都没有办法就是爽一把。如果大家要玩这个雪地摩托的话，可以建议就是你选摩托车的时候就选导游后面这一辆，因为一般会有一个导游开路嘛，然后他有时候就会骑得特别快，他就说啊我们加速，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加速，就会特别爽。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推荐的，然后我们2个导游人也非常好。还有就是上山和下山它都是 off-roading， 那个越野的体验也挺特别爽，你要坐第一排。它是开的那个 Super Jeep， 特别大的那个轮子，还有很高的悬挂，因为路上有很多那种坑呀，然后有那种水啊，然后包括最上面的时候还有很厚的雪，雪的那种坑，对。它这个车其实开在石子路上，基本上就是如履平地了。对。看我这种叉子一弄，它就可以分开了。我们已经吃完啦，刚刚那一顿大概是$100左右，其实还是挺贵的。我们回宾馆再休整一晚，明天就要离开瓦特纳冰原了。我们会前往 Hofen， 没错，就是刚刚喝的那个啤酒的生产地。这2周比较忙，所以更晚了。冰岛大概率呢还会更1集到2集就结束了，我会尽量准时更新的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